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称，要用 B-21隐身战略轰炸机在台海冲突中实施空中布雷。那么，对于美军的这一个新的战术，我们应该怎么破解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据美国大众机械网站报道，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强调，在台海冲突爆发初期 ，B-21呢可以在中国 S-400防空导弹武器系统的眼皮子底下，向台湾海峡布设先进的智能水雷。他特别强调说，美国空军计划购买至少100架 B-21新型轰炸机。在这里呢，肯特尔强调的不是这100架 B-21，而是认为 B-21只采购100架，数量有点少。那么100-200架 B-21今后在局部战争中将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？常规的方式往往是用它利用自己优异的全向隐身能力，突入敌方防空区来实施精确的空对地打击和轰炸。那么这是一种相对来讲比较老套的战术。现在呢，美国空军部长又提出要在对方防空导弹打击范围内抵近布雷。那么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说充满着威胁性。我们知道二战期间布雷战实施的还是比较多的，尤其是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在对日本本土进行大规模战略轰炸的同时，他们在日本近海的各个交通要道甚至港口附近实施了大面积的布雷，从而瘫痪了日本的海上交通线。最终呢，战争资源用完了，也就不得不败在美军的手下。那么这样一种老式的战法，现在美国空军准备让它和隐身的战略轰炸机相结合，变成未来的新的一种封锁作战方式。那么也可以这么讲吧，用隐身战略轰炸机实施布雷的战术，的确让人感觉比较新颖。肯德尔称B-21能够充当这样一个布雷平台，从高空中悄无声息地投放智能水雷。作为隐身的布雷者 ，B-21呢可以去其他飞机不能去的地方，在离敌方领土更近的地方布设雷区，以封锁敌方的海军，关闭港口和航道，甚至呢利用现代化的智能水雷向对手的战舰发动精确的伏击。中国应该怎样的破解这样的一个战术？其实方式方法比较多。首先，隐身飞机并不是完全看不见，不管你采用什么样的技术设施，雷达总是能够看见它的，只不过发现距离大幅度缩短。那么有没有更先进的雷达能够探测到隐身目标呢？比如说用米波雷达就可以建立起一条对隐身目标的防御绳绳。而且呢，我们中国的最新型的米波雷达，它的探测精度已经越来越高。现在的一些米波雷达已经将精度提到较高的程度，甚至能够做到引导防空导弹对敌方的飞机进行拦截这么一个阶段了。当然，雷达技术种类繁多，比如说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开发的多基地雷达、双基地雷达、被动雷达等等，这些技术呢都有助于对隐身目标的探测。因此 B-21并不能完全躲避雷达的收获和跟踪。何况 B-21战略轰炸机和 B-2、B-1B 以及 B-52相比，它的航程比较有限，它只是一款中程或者是中远程的战略轰炸机。那么要想抵达目标区上空，可能从比较远的基地起飞之后，要多次进行空中加油，才能飞到台海地区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，无论是它的起飞基地还是空中加油机，都有可能遭到打击和拦截。在这样情况下 ，B-21即使来了，很可能也就回不去了。何况现在的远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，包括 S-300、S-400以及中国的红旗9，都能够在比较远的距离内呢对它实施发现和攻击。
那么未来对付这种布雷的平台采取的手段大概有这么几个：一个是采用体系化的预警系统对它进行相应的侦测和定位，同时呢，利用精确制导的空对空导弹和地对空导弹对它实施拦截。第二个办法就是直接打它的起飞基地，因为 B-21呢，它不是航母舰载机，没办法利用航母甲板起飞，只能靠固定的基地，而固定的基地是不隐身的，目标又很明显，只要一开战，这些起降场被我们击毁，它就没办法起来了。何况呢，美国人可以采取布雷的方式来封锁我们的军港和某些海区，那么我们也可以采取同类型的方式封锁其港口和相应的作战海域，比如说派出无人机、水下的潜航器，或者是其他的平台，都能够悄无声息地对某些港口的外海和海区，或者是水道实施布雷封锁。智能水雷，美国有，我们也有，就看谁的布雷水平更高，布雷的速度更快，从而达成封锁的目的。美国空军部长所披露出来的其未来要用 B-21隐身战略轰炸机实施布雷的战法和战术，可以说给我们提了个醒。我们在这方面也需要加强研究，一个怎么拦截它，第二个怎么对付这样的方式。同时呢，我们也可以采取相应的战法和战术，从而你威胁我，我也威胁你，最终呢，让你不敢动手。好，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